就算是皇上他不同意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他推上皇位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查看你爹当年被诬陷的证据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当初那个污蔑你爹的下人应该还活着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会让你爹沉冤昭雪。王爷，你不必为我们家做这么多事。周儿，我做这么多不是为了任何人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受苦。王爷，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想照顾你，就是不想让你再被人欺负。王爷，不管从前如何，现在我们早已不似当年，你还是回京城去吧，就当做没有遇见过我们。周儿，我不奢求什么，我只希望你不要赶我走，让我留在这里，即便是帮你们挑粪砍柴都行。三王爷见到周瑞渊，殿下，三叔，你不用跟我们客气。瑞渊，你劝劝你娘，就让我留下。王爷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待在这里只会让你跟我们一样陷入危险。我不怕危险，你们放心，成安县内都是我的人，就连青州府的知府也是你外祖父的门生，有他们在，没有人会将我们的消息暴露出去。你是说青州府的郑知府？没错，当年他在京城的时候，你应该还见过他一面。没错，好像的确是见过。他当年就是为了替陆太傅求情，所以才被贬到了青州做知府。不过再过几个月他会被调回京城，任职二品官员。二品官员如此高升？现在朝中官员要大换血，不会再是吴家一家独大。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就让我留下来吧，待日后我再带你们一同回去。娘，既然王爷想留下来，就让他留下来吧。刚才赵大娘从这里回去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整个村子的人都会知道我们周家当家的还没死呢。若是王爷就这么回去了，反而会引起他人的怀疑。那行，王爷你就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这里正巧有一间客房。我这既然住下来了，你们也别王爷王爷的喊我，不是姓周吗？我就叫周老钱。周老钱？周妹子，听说你家男人回来了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我回来了。好啊，这可是个大喜事儿。以前村里人呢都见你是寡妇瞧不起你，现在你男人回来了，瞧他们还敢不敢欺负你了。王婶婶，来喝茶。爹，喝茶。杜晚春连忙也拽了拽周瑞渊。爹，你一路上辛苦了。三王爷听了这一声爹，要不是王婶子在这儿啊，他差点都跪下了。原本喝在嘴里的茶直接呛在了喉咙里，大声咳嗽起来。哎呦，周老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没事，就是太激动了。也对，你们一家人呢，怕是有3年没在一起了，的确是激动。周妹子啊，你这也算是苦尽甘来了，那我就回去了，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。等王婶子走后，周瑞渊告诉他家中相扑之事。三王爷听着心酸不已。你娘从小就没有在家里干过重活，这会儿还得在这里挑水做饭、洗手、做汤羹。这时屋外周大娘正在准备烧火做饭，三王爷听到了，直接抢过他手中的菜刀。我来做，你这双手怎么能切菜呢？让我来做。我平时做的也不多，都是瑞渊在做。他堂堂一个太子，怎么能做这些事儿？都让我来做。王爷，还是我来切吧。三王爷却是越切越顺手。我虽然没做过饭，但是耍过刀，切萝卜小意思。没过一会儿，他还当真把萝卜给切好了。周大娘见着，转身提着木桶，准备去后院的井里打水。慢着！三王爷猛地把刀一丢，风一般的抢过他手中木桶，大步冲到后院，提了2桶水来。不一会儿，灶房里的水缸就满了。随后三王爷又风一般的去了后院，把砍好的柴都搬到了灶房，再学着家里面做饭嬷嬷的样子生火煮饭。你就站在旁边不要动，告诉我怎么做就行。周大娘实在是拗不过他，只得照做。没过一会儿，3菜1汤真的就做好了。
这时周昭也从菜地回来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他在路上的时候就听说自己的爹回来了，为此他惊慌不已，一路小跑回来。呀，昭儿，你怎么能干这下活？来，把背篓给我。三叔。周瑞渊连忙走了过来，跟他说明了一切。周昭恍然大悟，吓死我了，都说我爹来了，我还以为是京城那位呢。京城那位，我怕你进家门就脑袋掉地了。大哥，他什么时候回京城啊？呀，晚春，你怎么能端水呢？来，快给我！周昭闻声看去，等他回头再看周瑞渊时，发现周瑞渊已经冲进了屋了。晚春，来给我。周昭一愣，这外人要是瞧见了，还真当他们是亲父子呢。他说罢，转身把院子的锄头扛在了肩上，准备去后院。慢着，你先慢着！直接夺过他肩上的锄头，扛在了自己肩上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今后别碰这东西，多危险呐！周家小房子内，因为多了一个人，又热闹起来。而京城皇宫里却是冷清的不行，皇帝就像是中了邪一般，夜夜无法入眠。只要一想到那个被自己害死的皇后，就直掉眼泪。吴贵妃是愁得不行啊，这还怎么复宠啊？还没给她生皇子呢。不过愁归愁，她趁着皇上没工夫理后宫的时候，把主意打到了如妃的身上。哼，这小贱人，前段时间还挺得意的，我看她以后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他把一盒掺了毒的胭脂偷偷派人放到了如妃的桌上，调包了如妃平时用的最多的胭脂。这位新受宠的如妃是三王爷安插在皇上身边的眼线。三王爷离开京城时，派人给他送了消息，让他随时盯着皇上和吴贵妃，只要一有消息就派人快马加鞭告诉他。今天他特地早早起来，准备梳妆打扮去见皇上。如妃桌上的胭脂水粉有很多，但是有一种是他经常用的，他想都没想便拿起了那盒胭脂准备涂。然而就在他拿起那盒胭脂的时候，发现手上居然爬了一只大蜘蛛。红色的胭脂盒在地上摔成了两半，里面粉红色的胭脂粉全都洒了出来。娘娘，怎么了？蜘蛛，刚刚有好大一只蜘蛛。娘娘，地上没有蜘蛛啊。不对啊，刚才我明明瞧见了。娘娘，真的没有瞧见蜘蛛啊？可能是你刚才来的时候已经跑了。娘娘，这胭脂怕是不能用了。这是我从宫外带来的，要是再买的话那就难了。他看着那摔碎的胭脂粉，眉头一皱。不对。什么不对啊？你瞧，这粉质明显比我之前用的胭脂要粗糙得多。宫女仔细地看着，闻了闻。娘娘，这胭脂有问题。如妃眉头一皱，拿杯子来倒了一点胭脂粉在水里面化开，随后拿出自己的银簪试了，银簪便一点点的变黑了。娘娘，这胭脂里有毒。三儿，今天有谁到我宫里来过？没有啊，娘娘。如妃看向身旁不远处的窗户，她朝窗户走去，发现窗子里夹着一片屋外的叶子。看来是有人偷偷来了我的屋子，换了我的胭脂。娘娘，难道是胡贵妃？不是她，还会有谁？娘娘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你把这盒胭脂收起来，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另外，从此以后我的吃穿用度都要再三检查。宫女点了点头。若是皇上来找我的话，就说我病了。好的，娘娘。这如妃一病，吴贵妃便以为是自己的小计谋得逞了，在宫里是得意洋洋，时不时的去找皇上。皇上现在一门心思的装痴情，根本就没心思理会吴贵妃，渐渐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直接几天都不见吴贵妃了。吴贵妃气的呀，半夜跑去了皇上的宫里，等到了深夜被人给赶出来了。也许是他近来运气不好，深夜回殿之时不小心踩空了，直接从高高的台阶上摔了下来，脸上还被一块尖尖的石头划了一道口子。没过多久，宫里就有传言说吴贵妃容貌被毁，这使得皇上更没有兴趣去见吴贵妃了。如妃特地将这些事写成了信，告诉了远在长留村的三王爷。三王爷在长留村一待就是1个月，他现在每天除了去地里面种菜，就是在家里面做饭。周大娘想要去菜地，直接被他连人带菜篓子一并给扛了回来。娘，你还是别去地里了，就交给爹来吧。他呀，
就是太小瞧我了。娘，他那是怕你太辛苦了。晚春，你这肚子也出来了，有没有感觉到胎动？好像还没有什么感觉，可能是月份还小吧。你再等等，也快了。周大娘大步进屋，趁着三王爷没在家，给杜晚春煮了一碗鸡蛋汤。晚春，来尝尝娘给你做的红糖鸡蛋。娘，我这不是才刚刚吃过早饭吗？这有身孕的人呐，一天要吃5、6餐。等会儿呀，娘再做点肉包子给你吃。好在这一碗并不多。周大娘见他吃得香，连忙转身进了屋做包子。今儿个周瑞渊去了成安县莫将军的府上，周瑞渊直到天黑才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杜晚春已经洗漱完，躺在了床上，蹲下身子，拨开他额前的碎发，朝他的额头轻轻一吻。说来，自从有身孕之后，他们二人已经有几个月没有亲近了。今天许是憋得太久了，一下子没忍住。等等，孩子，我问过大夫，大夫说不会有事。随后，周瑞渊拉下床帐，再次吻住了他的唇。这一夜格外的长，杜晚春缓缓睁开眼睛，白皙的后颈上有着不少的红印儿。昨天曹将军跟我说过回宫一事。相公，你若是回宫了，那是不是就是太子，以后还是皇上啊？放心，今后我无论是什么身份，我的妻子只能是你。晚春，我这辈子只娶妻不纳妾，即便是回了宫中，那3宫6院也只有你一人。周瑞渊并不是一个经常承诺的人，但是只要他承诺了，那就一定能够做到。杜晚春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小腹有什么在跳动。相公，孩子好像动了。孩子动了？你把手放在上面试试。周瑞渊伸出颤巍巍的手，小心翼翼地附在他的肚子上。他肚子里的孩子好似感觉到了自己的父亲一般，踢了一下腿。周瑞渊立马感觉到手上那轻微的跳动感，这一刻，他突然觉得鼻头一酸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他真的动了！你在娘的肚子里一定要听话，别踢到你娘了。你呀，别吓着孩子。谁都不能欺负你，就算是我孩子也不行。你别总说他，我看是你不要欺负我才对嘛。我怎么欺负你了？你说怎么欺负了？可是娘子还挺喜欢被我欺负。他连忙从廊口里逃了出来。杜晚春从房里出来之后，来到了前屋。三王爷端着早饭走了出来。晚春，来吃东西，我给你做了葱油大饼。王爷，你还会做饼啊？哈哈，是啊，以前幼时你娘喜欢吃饼，我便学着做。不过后来怎么了？后来他以为是我皇兄做的。王爷，你对我娘……我们从小便相识，若不是他进了宫，我想我应该会娶她进王府。王爷，既然你对我娘有这份心思，当初为什么不拦着她进宫啊？因为太后……我听娘说，太后当初也没有执意让她进宫，她是可以选择的。是啊，她的确是有选择的，只不过当时她心里只有皇兄，怎么会愿意跟我走呢？王爷，我娘进宫之前给你写过一封信。什么信啊？信上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娘只是跟我说她进宫之前给你写过一封信，然而你没有给她答复。我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什么信。这时周大娘刚好回来，正巧听到了这句话。与此同时，宫内皇上从自己的床底下暗格中拿出了一封信，信上是周大娘的字迹，他当初派人连夜截回来的。信上的内容他也看过很多遍，到现在都没有烧掉。他每次闲的时候就都会拿出来看一看，不是为了思念某个人，而是想要再体会一下胜利的滋味，他抢走自己弟弟心爱女人的滋味。周大娘将信的事情告知了三王爷，三王爷又惊又懊悔，惆怅了好几天，一直都在想到底是谁扣了他的信。不过这事儿一说清楚，三王爷比平时更加积极了。他不仅把周家的地给弄得有条有理，还自己用竹筏做了一个运水器，运水器连着后院一口井，直接将水引到了灶房的水缸里。没想到王爷还有这样的本事。
娘，王爷可真厉害，以后我们不用再去打水了。周大娘见着灶台上放着已经切好的菜，周大娘看着那些菜，心里微微有些感动，同时又有些感慨。明明是两兄弟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？皇上心狠手辣，三王爷却为人和善。中午，三王爷几乎是跑回来的，为了赶着给他们做饭，三王爷走进灶房。哎呀，都说了我来做，你怎么能抢着干活呢？哪能让你一直做？快来吃饭吧。瑞渊呢？他还没过来。正巧这时周瑞渊回来了。瑞渊，你不是准备要参加科考吗？就别干活了，好好看书吧。不用，那些书我早就滚瓜烂熟。他将碗里的一块鱼夹起来放在周大娘的碗里。周儿，你多吃一些。杜婉春在一旁看着，难怪都说女人像花，这花得娇养才能香啊。待吃完午饭之后，三王爷又提出带着他们一家人去集市买东西。不用了，我们家里的东西都够用。哎呀，够用什么呀？都是一些破破烂烂。哎，走，我带你们买些好的。周大娘好意思让他失落，便答应下来。太好了，正巧我们去集市上再买点菜种子。昭儿，你也别总想着种菜了。我听你娘说，你之前还想着去关外的军营。是，我和小舅商量好了，他下个月回军营，把我一并带去。也行，你跟着陆岩在军营里面多笼络一些人脉，待日后也有好处。周昭是皇子，要是能在军营笼络到人心，日后再去京城，看那朝堂上那些老东西还能说什么？只是我走了之后，家里的地就没人照看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有我在这里，你的那些菜和稻子死不了。对，有爹在，不急。这一声爹叫得三王爷心情甚好，明天干活又有劲儿了。昭儿，你说什么呢？娘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三叔住在我们这儿，我们都得喊他爹，不然村子里的人会怀疑的。周大娘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反驳，但是总觉得这样不好。叫什么都一样，没关系。周大娘见他都不介意，也没有再说什么了。杜婉春和周瑞渊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偷偷地笑着。一家人吃完午饭之后，坐上马车去了县里。三王爷他从马车上下来，直接走到一家胭脂店前，掏出银子，直接买了一堆的胭脂水粉。哎，周儿，这个给你和婉春。买这么多，得花不少银子吧？花不了多少银子，你看看你喜不喜欢？这小地方的胭脂，估计是比不上京城的。三王爷又他大步走到了一家糕点铺子前。桂花糕、板栗糕、荷花酥、茯苓糕、海棠糕都来一些。好嘞，客官，你先等等。另外还来一点花生酥。三王爷侧头看向他。婉春爱吃。三王爷一听，扭头看向伙计，当5斤花生酥。好嘞。那个茯苓糕也给我装5斤。周瑞渊侧头诧异地看着他。你娘爱吃。片刻后，伙计将打包好的糕点递给他们。周大娘和杜婉春见到他们买这么多糕点，周瑞渊将花生酥放在了杜婉春怀里。不多，你先吃着，不够再买。三王爷随后把手里的茯苓糕放在周大娘的手里。是啊，不多，这多什么？来，吃。马车继续前行着，三王爷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又来到了一家首饰店。三王爷挑了一个最贵的白玉发簪，随后又挑了同款的白玉手镯，另外又挑了一对珍珠耳环。交给掌柜的打包好之后，又买了一对绿色翡翠蝴蝶发簪。这些都给我装起来。等首饰都打包好之后，三王爷将白玉那套递给了周大娘，再把翡翠那套递给了婉春。三王爷又买了不少的布料、团扇以及一些小玩意儿。随后一行人来到了自家铺子，他们刚到铺子门口，便听到铺子里在吵闹。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勾引了我家老爷对不对？只见李县令的夫人正扭着张秋荷的耳朵大骂：夫人，你弄错了，李县令只是在我这里买过香。只买香？那买了一次又来买一次，一定是你使了什么法子勾引了他。夫人，你真的弄错了，李县令来这里买香，我跟他连话都没有说过几句。李夫人抬起手准备朝张秋荷的脸上甩去。住手！又是你们几个呀？你说你们一个女人不好好的在家里面相夫教子的，出来做什么生意呀？是家里没男人了吗？哼，
还是说你们故意要女人出来做生意，好勾引男人来买你们家的香啊？杜婉春正准备动手呢，三王爷却突然冲了进来，他拿着一旁的椅子朝着地上重重一摔。你是谁啊？你在我家的铺子里闹事，还问我是谁？胡说！这铺子不是周家这寡妇的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又是从哪里跑来的野男人？什么野男人？我是他孩子的爹，这里是周家铺子，我姓周。你说你是不是在我周家铺子闹事儿？张秋和来到了杜婉春身边，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李县令就来这里买过几次香，他家夫人突然寻过来，说我勾引了他家老爷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。那李县令想要纳妾，但是李夫人好像弄错了，李县令想要纳的是那胭脂铺的柳娘子，不是张娘子。李县令和这柳娘子还有几分渊源呢，以前在同一个县，后来李县令高中当了官，便娶了李夫人。三王爷把那李夫人给吓得脸色苍白，快去叫老爷来！小丫鬟连忙跑出铺子。李夫人，你刚刚也听到了，李县令想纳的不是张娘子，而是那胭脂铺的柳娘子。那又怎么样啊？张秋和还不是一样勾搭了我家老爷？要不然他怎么会三天两头往这里跑啊？李夫人，你真的是弄错了，李县令买的那些香啊，都送给了柳娘子了。什么？你说他买了香，都是送给了那个女人？何止是香啊，我这里的茶他也买过不少，全都送给柳娘子了。许是因为动作过大，桌上的一个大香炉突然掉了下来，直接砸在李夫人的头上。哎呀，我的头啊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这香炉砸了我的头！李夫人，你可要弄清楚了，不是我的香炉砸了你，而是你砸了我的香炉。这香炉是白玉所制，最少值30两银子。这样吧，你就赔我25两。香炉瞧着像是白玉，其实并不是。杜婉春觉得好看，便放在了铺子里面烧香。什么叫我砸的呀？我没把你送去见官，你却反过来说我砸了你的东西。大家刚刚可都看清楚了，是李夫人撞了我的桌子，把香炉给撞下来了。没错，我们都瞧见了，就是李夫人撞的。是啊，我们都看清楚了。李夫人，你把人家的香炉砸坏了，得赔钱。你不能仗着你是县令夫人就欺负我们呀。李夫人，赔银子吧。快赔银子！颤抖着手拿出了20多两银子，放在桌上，大步走出去，准备去找那胭脂铺的柳娘子。李夫人，柳娘子那边呀，你就别去了。李夫人，你害得柳娘子还不够啊？人家和李县令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两家人早就定了亲了。而你看中那新上任的县令，就逼着他娶你。难怪那李县令天天往胭脂铺跑，原来还有这样的事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临县的人都知道，当年你逼着李县令娶你，找人在柳家娘子家里闹，把柳家娘子的爹娘给活活害死了。你还找了一群男人欺负柳娘子，再把她给卖进了青楼。你胡说，不是他自己跟人跑了吗？不巧了，当年那个欺负柳娘子的男人又来了，还把这事儿都告诉你家老爷。不然你以为他怎么这段时间常来呢？什么？告诉了老爷？快，我们快回府去。李夫人低着头上了马车，立马离开了这儿。张姐姐，这下次你要再见了这种，别忍着，该动手就动手，别怕。柳娘子不会有事吧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李县令会护着他，若是我今天不说的话，那李夫人一闹，别人还以为是柳娘子做错了。其实啊，他们不知道，这李夫人才是罪魁祸首。听你方才说，是李夫人做了恶事。是啊，是那李夫人做了恶。我以前和柳娘子是同乡，她家是当地有名的乡绅，和李县令也算是门当户对。两家人一早就定好了亲事，只等着李县令上任之后啊来下聘。然而那李夫人却看中了李县令，不过李县令倒是正直，死活都不同意娶她，一心只有柳娘子。但是后来这柳娘子一家遇了山匪，一家上下10多口全部都被杀了。柳娘子和自己的姐姐失踪，李县令为此还消沉了好久，以为李娘子死了。李夫人就趁这个机会啊，一直待在她身边，本以为等上2、3年她就能娶她，谁知道李县令想要辞官去寻柳娘子，李夫人一急之下就往她酒里下了点东西。
这等着一夜过后，他肚子里就有了李大公子了。李县令为了对他肚子里的孩子负责，没办法，只能娶了他。柳娘子也是个可怜人。谁说不是呢？柳娘子其实当年也并不是失踪，她被那群山匪给欺负之后，跟着她姐姐就被卖到了青楼。后来她姐姐被京城吴家人买走了，等再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姐姐就帮她赎了身，给了她一大笔银子，在这里开了胭脂铺。柳娘子在这里也做了1-2年生意了，每次都躲着李县令，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。可是就在最近几日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就是当年杀了他一家人的山匪。那人告诉他，其实当年李夫人拿了一大笔银子给了那几个山匪，让他们将柳家人全部杀害，还一同欺负了柳娘子，再将他和他姐姐卖到青楼，为的就是想要拆散他和李县令，好自己上位。真是歹毒啊！没想到李夫人是如此蛇蝎心肠。幸好啊，幸好你当初是嫁到了我们周家，如果是嫁到他们李家，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日子。你说这位柳娘子的姐姐被京城的吴家赎走了，是哪个吴家？京城哪还有什么吴家，不就是吴贵妃的母家吗？我听说吴家在京城可是有名的大家，怎么会千里迢迢在青楼里赎回一个女子回去？柳娘子的姐姐呀，那可是长得美艳过人，许是赎回去在家里当妾。不过这妾估计也不好当。听柳娘子说，她姐姐已经3年没有跟她联系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柳娘子幸好有这个姐姐，不然现在估计还在那青楼。没错，这几天呀，她怕李夫人找来，所以把门都关了。我等会儿还要去她家中看看她。那李夫人这么歹毒，估计还会故技重施。徐娘，你们若是有什么事，可以来长留村找我们。行，放心，我茶楼里呀有几个身手好的伙计，应该是不会有事的。你这肚子里的小娃娃最近乖不乖呀？很乖，基本上不闹人的。那就好。等你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，我教他泡茶。前些时日，柳娘子还说要教他做胭脂呢。何止是做胭脂，我瞧那卖糕点的张老头啊，还想教他做糕点呢。将来呀，你家这小娃娃估计是个全才，啥都会。我们家这制香的手艺也要教给他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学过来。你得看他愿不愿意学。要是跟晚春一样聪明，不用学，就跟在我旁边看几回就会了。几人坐在一起闲聊了几句之后，各自又重新把各自的铺子给张罗起来。没有了李夫人在这闹事，铺子里的生意又重新做了起来。杜晚春和周大娘放下心来，跟着三王爷和周瑞渊带着一马车的东西回了家。周儿，你有没有见过那位柳娘子？当然见过。她是不是和你身边以前一位宫女长得很像？好像没有。那你可记得吴贵妃的宫里有没有和她长得相像的人？没有。柳娘子长得娇媚，吴贵妃宫里的宫女一个个都长得素净得很。王爷，你是在怀疑柳娘子那位姐姐在宫里当差吗？没错，一切都太巧了。柳娘子的姐姐是被吴家赎走的，正巧又是3年前突然失去了联系，说不定她和3年前你娘被人冤枉一事有关。当时吴贵妃有了身孕，不小心滑胎小产，便诬陷是周大娘的香有问题。当年举证周大娘的人当中的确是有几位小宫女，但是后来这些小宫女全部都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皇宫之内，吴贵妃朝身旁的宫女问道：“那个柳香香找到没有？”回娘娘的话，还没有。给我继续找，找到之后直接把她的头带来就行。是，娘娘。当年父亲让她进宫是为了教我怎么伺候皇上，没想到他居然为了皇后想要去告发我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，缝了他的嘴。三王爷对那柳家姐妹起了疑心，连忙派自己的心腹去调查着柳家姐妹。周大娘也为此而上了心，平日见着杜晚春去铺子里，就让她带着鸡蛋鸭蛋给柳娘子和徐娘送去。这一来二去的，杜晚春便和柳娘子熟络起来。那日
李夫人从周家香铺离开以后，找到了李县令对质。没曾想，李县令得知是他害得柳家一家人惨死之后，李县令给了他一封休书。到了第2天，李县令休妻的事情在整个成安县传得沸沸扬扬，很快就闹到了李夫人的娘家耳朵里。家里正巧也是做胭脂生意的。没过几天，李夫人娘家大哥带着大嫂来到李府。杜晚春这几日都在铺子里，便见着一群人涌进了对面柳娘子的胭脂铺，里面的胭脂水粉全部都被丢到了街上。没过多久，里面便传来柳娘子的哭声：“哼，一个小贱人而已，竟然敢跟我们孙家过不去！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孙家在京城的地位？那贵妃娘娘用的胭脂都是我们家的。”晚春，我们快过去看看吧，不然要闹出人命了。二人连忙朝着柳娘子的胭脂铺走去。光天化日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？那是她活该，勾搭别人家的丈夫就是该死。那该死的也不是她，是你的好妹妹。当初人家小两口都已经定了亲了，是板上钉钉的夫妻。要不是你们孙家害得她家破人亡，现在还轮不到你妹妹来做县令夫人呢。没错，再怎么样也不能砸店打人。徐娘趁这个机会，带着一众掌柜将他们的人给赶了出去。这一赶，双方竟然动起手来。这孙家胆子可真大，压着李县令不说，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人，还不是因为有吴贵妃撑腰。孙家不过是个做胭脂的商贩，怎么会和吴贵妃扯上了关系啊？晚春，你不知道，早些年我听同村的人说过，那孙家大哥和吴贵妃是有些情分的。情分？什么情分啊？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。以前在临县的时候，我听孙家一丫头说的，说孙家大哥跟吴贵妃关系匪浅，所以吴贵妃特别喜欢用他们家的胭脂。杜晚春听着，好似从中嗅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味道。没过多久，李县令带着衙门的人来了，直接把孙家那群闹事的给带到了衙门，拿出休书和罪状丢给了孙家大哥，并且威胁他，如果再敢找柳娘子闹事，他就上告到郑知府那里去。孙家人一听，果然老实下来。不过李夫人并没有死心，又找了自家哥哥嫂嫂，准备对柳娘子动手。夜里，大哥大嫂，出事了，铺子出事了。铺子出什么事了？就在刚才，我们柳娘子那胭脂铺着火了，现在火势越来越大，眼看就要烧到我们铺子里面来了。有人去灭火没有？有，不过柳家铺子附近有几辆马车故意挡着，都进不去。我现在去看看。相公，我随你们一同去。那里危险，你就留在家里等我。没事，我就远远的在一旁看着。大哥，耽误不得了，我们快去吧。走吧，相公。等他们到了铺子前时，柳家铺子已经被大火烧光了。天空突然闪过一道惊雷，磅礴大雨倾盆而下。刚才月亮还正圆，这一眨眼雨就落下来了。这是好事啊，下雨了火也能灭了。由于雨越下越大，柳家那边火势没有多久便全被灭了，只剩下黑漆漆的一片。柳娘子还在铺子里。徐娘说着便往柳家铺子里冲。这时原本挡在路口的马车也走了。一定是李夫人，是她派人来放的火，是她派人在路上停止马车。这李夫人还真是狠毒呀。没过多久，李县令也赶来了，随后直接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哭什么哭啊？哭了他还能回来吗？都是因为你这个懦夫，你既没有办法保护他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他？都是因为你。李县令连滚带爬的朝着那堆废墟爬去。快把李县令拦下！将打算自裁的李县令给拦了下来。周瑞渊连忙上前驱散了大家，随后带着杜晚春回到了自己的铺子里。那刘掌柜就这么死了吗？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没死，刘掌柜没死。里屋内突然走出一名女子。嫂嫂，这不是刘掌柜吗？他怎么在我们铺子里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担心那个李夫人又来报复刘掌柜，所以特地让他这几天夜里在我们铺子里睡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这次真是多谢晚春，如果没有晚春，我今天晚上估计已经命丧火海了。柳娘子不用客气，我这也不过是碰巧了而已。只是柳娘子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呢？现在他们都以为我死了也好，等过几日我便离开这里，去京城寻我姐姐。哦，柳娘子和姐姐感情很好吗？没错。你姐姐在京城里的什么府里当差啊？我可以让我二弟替你去打听打听。我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当差，但是我知道她是被吴大人买走的。
说不定现在还在吴家。我家二弟认识吴家的人，不过好像没有听说吴家有姓柳的丫鬟和妾室啊。不对，我姐姐之前在信上有说过，她要是不待在吴家了，就会来寻我。难不成她是出了什么事？不然为什么没有来寻你啊？晚春，你说你二弟在京城，对不对？杜晚春点头。我姐在3年前写过一封信给我，说是如果有一天她出了什么事，就将这东西送给京城的韩大将军。我这一弱女子，千里迢迢也一时赶不到京城。晚春，你可否让你二弟帮我将这信送给韩大将军？好的，我过些时日跟二弟说一声。柳娘子今后有何打算啊？铺子被毁，这成安县我也不想再继续待了。那既然这样，你要不要到青州府去，在那里重新开个铺子谋生？我也没地方可去，不如就去青州府吧。杜晚春从怀里面掏出了一些银子递给他。多谢你，晚春，这银子就当是我借你的，日后我再还给你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柳娘子，这孙家居然敢这么光明正大的杀人放火，你可知道他家到底有什么背景？我曾经听我姐提起过，说是这孙大公子和吴贵妃以前是旧识，后来吴贵妃进了宫，便时不时的让孙家送胭脂进宫给她。旧识？大概就是男女之情，这些我姐姐也不太确定，只跟我一个人说了。晚春，你可别往外说。哦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往外说的。孙家送胭脂一直送得十分有规律，大概每3个月送一次，每次都是孙大公子亲自去。我记得姐姐曾经在信里提过，3年前这孙家才送来胭脂没多久，吴贵妃就有了身孕，还说这孙家大少爷莫不是来送子的。这话千万不能被别人听了去，不然我们都会没命。无事，这屋子里都是我们自己人。待安抚好柳娘子之后，杜晚春和周瑞渊一同将那封信打开来看。只见信上交代了吴贵妃是如何冤枉皇后娘娘下毒一事。从铺子里回来后，相公，这封信我们要不要直接给皇上送去？当年参与陷害我娘的人，现在都已不见踪迹，只是一封信，怕是不能将吴贵妃彻底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。那相公有何打算？若是柳娘子的姐姐还活着，那一切就能迎刃而解。相公，说不定她真的还活着。为何？相公，你想想啊，柳娘子和柳香香是亲姐妹，柳香香知道吴贵妃的秘密，那柳香香死了，柳娘子还能活吗？我想那吴贵妃应该是特地留着柳娘子，好用她引出柳香香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孙家大少爷和吴贵妃关系匪浅，孙家大哥又常住在青州府，看来他们是留在这里当眼，好盯着柳娘子。极有可能。我们只要在他们之前找到柳香香，再加这封信，到时候皇上想包庇他吴贵妃也包庇不了。相公，那位孙家大哥和大嫂我们得多留意，免得他们将我们的消息传给京城的人。杀人放火，他们孙家迟早要亡。成安县内大火出了人命，李县令直接将李夫人还有孙家大哥大嫂告到了正知府的跟前。孙家大哥仗着自己早些年和吴贵妃的情分，只当自己是皇亲国戚，在正知府跟前都趾高气扬。谁说是我放的火？你们哪只眼睛瞧见了？不是你还会有谁？就是你们害死了柳娘子。李大人，凡事要讲究证据，你不能说我和柳娘子有仇，你就认为是我放火烧了她。你可要清楚，这天干物燥，走水也是常事。那马车呢？挡在路口的马车。哼，那些马车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李大人，你好歹也是县令，怎么能凭着一张嘴来定我的罪？是啊，老爷，你不能因为想要休我就来诬陷我哥哥呀。孙英，这事都是因你而起，你还有脸在这里说话？老爷，真不是我干的。我虽然不喜欢那姓柳的贱人，但是我真没有让我大哥去放火烧他呀，老爷。我这辈子就是被你给毁了。你我夫妻缘尽，你早先签了离开我李府。老爷，你真的对我这般绝情吗？我可是给你生了一儿一女啊。妹妹，这种男人不要也罢，大哥再给你寻一门好亲事，
李大人，成安县铺子着火一事，本官会亲自派人去查，但你家中之事，还请你回家处理。是，程知府。李县令见他会去调查柳娘子铺子着火一事，便放下心来回了家。李夫人和孙家的人跟着他一同回到了李府。爹，你不能为了那个卖胭脂的贱女人不要我娘啊！爹，娘以前再怎么不对，她也是你的娘子，你怎么能为了别的女人抛弃妻子呢？你娘必须得离开我们李府。爹，你要是赶娘走的话，那我们也走。没错，娘走，我们也走。老爷，你就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不要休了我呀。行，那我走，这官我也不当了。他说罢，转身就朝外走去。他迎面撞到了一个人。李福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李福是以前他李府里的管家。李福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娶妻生子了吗？老爷，我对不起你。李福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我对不起你啊！10年前，这孙英怀的根本就不是你的小孩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？李福，你别胡说八道！你说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孩子不是我的？当初你和柳二小姐有婚约，孙英为了嫁给你，偷偷给你下了药。但那天晚上，你昏得太沉，根本就对她做不了什么。她情急之下找到了我，那天晚上跟她在一起的是我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你是说我是你的儿子？李福重重的点头。好啊，你也可真厉害，居然瞒了我这么多年。不是这样的，他真的是你的儿子。是不是？等下滴血验亲就知道了。来人！老爷，我真的没骗你呀。既然没骗我，那就滴血验亲。爹，你怎么能轻信一个外人的话呢？大哥是不是你的孩子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老爷，二小姐也是我的孩子。什么？李莹害怕一个儿子保不住地位，又来找过我一次。一开始我还怀疑过二小姐是不是我的女儿，但是她的手上有和我一样的胎记，是我的女儿没错了。朝李福的手臂上胎记看去，的确和他的二女儿一模一样。你可真是厉害，大儿子是别人的，二女儿也是别人的，戴了1顶绿帽子不够，还要给我戴第2顶。不是的，老爷，不是的。直接让下人带来了滴血验亲的工具。李大公子和李二小姐为了自证清白，还不等李夫人阻拦，一个个都将血滴在了碗里。李县令也把自己的血滴了上去。等了片刻之后，2个碗里的血都没有相融。随后李福也将自己的血滴了进去，没过多久，血相融了。老爷，当初的确是我错了，但是你也养了这2个孩子10多年了，你不能一点感情都没有吧，老爷？带着这2个孽种给我滚！要是再让我看见你们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李大人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妹妹？不要以为你攀附了吴贵妃就能耀武扬威，如今我也没什么牵挂，随时都可以带着你们孙家一家老小下地狱。孙家大哥一被他那眼神吓得，只得先带着自己妹妹离开了这里。很快，李县令被李夫人戴了2顶绿帽子的事儿传得大街小巷都是。难怪那李大公子长得像一头猪，没想到他居然不是李县令的种。这样看来，李县令还真是可怜。是啊，原本有个青梅竹马的娘子，现在却是一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说到底啊，还是他太懦弱了。既然这样，李县令为何不和柳娘子重归旧好，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？这得看柳娘子自己了。晚春，张娘子，我不去青州了，我就待在这里。只是现在大家都以为你死了，我改名换姓便是。那好，也行。正巧我娘还缺一个表妹呢，不知道柳娘子愿不愿意啊？柳娘子点了点头。周家表妹，
哎，把柳娘子留在身边，不怕那柳香香不找过来。现在孙家才叫麻烦，孙家人在京城待过，留在了成安县，只会让周家人的身份更容易暴露。他们这家人可是出了名的恶霸，单单就说他们做的胭脂吧，有一款得用女子的鲜血注入，他们便养了一群年轻女子，名义上说是在孙家做胭脂，实际上是天天采血，直到血尽为止。这掺了血的胭脂听说有驻颜的效果，吴贵妃平日里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胭脂，不然她也不会放任孙家的人还活着。但是孙家人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这些日子，政治府来到了成安县，特地调查柳家胭脂铺被烧一事。杜婉春和周瑞渊为了不惹麻烦，便没有到铺子里去。婉春，来，这是娘刚刚做好的香米糕，你尝尝看。杜婉春咬了一口，娘，你做的米糕真好吃。好吃就好，我也是头一次做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好吃。娘，来，你也吃一些啊。喜欢吃就多吃一些，下次娘还给你做。你先吃着，我去把灶房收拾一下，不然你们三叔回来后见到又要生气了。娘，你放心吧，三叔就算回来了也不敢跟你生气。周大娘脸上都是笑，转身进了灶房。再过1个多月，周瑞渊就要去青州府赶考了。相公，娘做的米糕，你尝尝。娘特地做给你吃的，你留着慢慢吃。杜婉春朝着他写的字看去，哇，相公，你这字写的可真好看啊。你就知道夸我，这字实在是拿不出手，不过也没关系，香食用应该够了。这小家伙闹不闹？闹是闹了一些，但是正巧说明他的身子骨好。周瑞渊拿出笔在桌上写下了2个字，一个义字，还有一个玉字。相公，这个是……如果孩子是男孩，那就叫周义；如果是女孩，就叫周玉。你这是在给我们孩子取名字啊？给我们孩子取的名字。现在会不会太早了一些啊？不早了，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出生了。初为人母的他们一直都盼着孩子能够早点出生。相公，这次乡试若是过了，是不是你就要回京城了？还早，这次乡试过了，要等明年3月才是会试。放心，我无论去哪里都会带上你和孩子，因为有你和孩子的地方才是家。快吃吧，不然等会儿就凉了。他肚子里的孩子好像也感觉到了亲娘的欢喜，小胳膊小腿踢了一下。哎呀，别踢你娘，等你出来了，小心我打你屁股。他的话一出，肚子里的孩子还真的老实了下来。这孩子这么听话，一定是女孩。既然相公给孩子取了大名，那我给孩子取个乳名吧。娘子觉得叫什么好呢？就叫绵绵吧。绵绵？你瞧啊，我叫晚春，有春日之意；你叫瑞渊，有深雨之意，再加上一个绵绵，春雨绵绵。绵绵，好啊，春雨绵绵，情意绵绵，我和你长长久久，永不分离。没错。入夜，三王爷帮着周大娘做了一大桌子的菜。周昭提着3条大鲫鱼回到了家中。娘，咱们家池塘那鱼啊越来越多了，要不明天捞出来一些，晒干了做鱼干。行，对了，到时候给你王婶婶还有杜家大姑也送去。好嘞，娘。这时屋外有人唤道：周掌柜在家吗？只见是那孙家大哥。他来干什么？娘，你让相公和三弟还有三王爷不要出去，我去问问他。不行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？娘，没关系，只是去问问他想要干什么，倒是你们和相公千万不要出来。这个孙家大哥去过宫里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你们。杜晚春缓缓朝外走去。我是周家掌柜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那周家香铺是你开的？没错啊，是我开的。不知道这位老爷你……哼，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的人物，没想到居然是个女人。这位老爷找我有何事？我出1000两银子买下你2个香铺，还有你这厢房。哦，老爷家里也是做香铺生意的？我们家是做胭脂生意的，京城最大的胭脂铺。不过我听说你们这香铺生意也不错，所以也想试试。老爷，我们香铺不卖。什么？1000两银子都不卖？不卖。不过是个农妇，居然连1000两银子都看不上。说多少银子你才卖？无论多少银子，我们都不卖。哟，你这小娘子是想跟我们孙家过不去啊？
孙家？哪个孙家呀？我在成安县好似并没有听过什么孙家呀。当朝贵妃娘娘是我的表妹。孙家这位大少爷和吴贵妃的关系不一般，平日里对外宣称是表兄表妹。哦，原来孙家大哥是靠着吴贵妃才开了铺子呀，那可真是抱歉了。就算您是吴贵妃的表哥，铺子我们也不卖。好啊，不卖是不是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卖。说完就甩袖准备离开。晚春，周瑞渊不顾孙家大哥还没走，大步从屋里走出来。相公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不出来由着他欺负你吗？你放心，无论你有什么方法，我们周家香铺都不会卖。另外，日后别再私自踏进我周家，不然就别怪我们动手赶人。孙家大哥见到周瑞渊，愣了半晌。你们家还有男人呢？我还以为你们周家没男人了，需要女人出来做生意。那我就等着看看你们会不会卖。看来他并没有认出周瑞渊啊。孙家大哥说完，转身立马离开了周家。晚春，日后他若是再来，你唤我出来便是。相公，他没有认出你。这个姓孙的平时进宫都是偷偷摸摸的去吴贵妃的店里，碰着我们巴不得绕道走，根本就不敢抬头看我们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相公前几日为什么会那么担心啊？我和娘平日里从没留意过这个姓孙，一时也忘记了。不过刚才在屋里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便想起来了，他从未见过我们母子四人的脸。只是近来你小心一些，也不知道他想了什么法子来买我们的铺子。我知道了，相公。另外那边，这个周家真是不知好歹，我亲自来找他们买铺子，他们居然不卖。老爷别急，再怎么样他们也只是无权无势开香铺的农家人，我们只要稍微使一些手段，他们不就卖了？没错，替我找几个人把他们家那个女人给绑了，再敲诈他们2000两银子。我敲他们一个种地的也没2000两银子，到时候一定会来找我们卖铺子。好的，老爷，我们这就去办。孙家大哥脸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马车的轮子突然碾过一块高高的石头，整个马车都跟着剧烈摇晃起来，随后整个侧翻，摔倒在地上。啊！我的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马车怎么翻了？老爷，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地上就突然多了一块石头。来的时候没见到这石头，怎么走的时候突然有了？老爷，你瞧着，应该是刚刚从山坡上滚下来的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早不滚晚不滚，我们回去的时候滚。呸！老爷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然真要倒霉的。可恶！打扰了。老爷，天色已晚，我们该怎么回去啊？还能怎么样？走路回去。是老爷。就这么在黑夜里朝县里走去。待走了一半的时候，路过这里的山匪正巧发现了他们。哎呀，大晚上的还能逮到肥羊，哎呀，运气真是不错。你们身上的银子都拿出来。大爷，你们要银子对不对？我给你们，都给你们。孙家大哥把所有银子都拿出来以后，大爷，我就只有这些银子了。把衣服都给我脱了，这些衣服应该也能卖一些银子。大爷，这衣服都脱了，我们怎么回去啊？我管你们怎么回去，快把衣服给我。他说着拿出一把弯刀指着孙家大哥。孙家大哥不敢再多说一个字，连忙将自己衣服脱了。最后山匪走的时候，他们主仆3人一个裤衩子都没有，只能在一旁草地里找了几片叶子挡着，朝县里赶去。等他们走到成安县街道上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路上一位正准备去赶集的夫人正巧瞧见了他们。流氓！一声尖叫惊动了镇子里还在熟睡中的人们。哎呦，这哪来的臭流氓啊！一群人捡起地上的石头就朝着孙家主仆3人砸去。孙家主仆是连滚带爬回到自己府上。我的娘啊，我这是倒了什么大霉啊！孙家大哥他让仆人找了上次放火的那群人去周家绑人。周家内，我听说那孙家大哥是个十分狠毒的人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娘，你放心好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周妹子，这家里的果子快用光了，我们再去摘一些来吧。呀，是要摘果子了，我们快些去吧，趁着现在天色还早，应该还能摘一些。行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娘，来，你把这个带上。他从怀里拿出了一枚金簪。
金簪，晚春，你这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瑞渊买的，一共买了2个，你一根我一根。你和瑞渊有心啦，我只不过是上山摘果子，用不着戴金簪吧？娘，你就戴着吧，好看。周大娘听着杜晚春的夸，心里高兴，也没有执意将金簪拿下来，跟王婶子一起出了门。与此同时，孙家大嫂孙夫人从隔壁县回来，正巧路过了长留村。在路上的时候，孙夫人不小心被雨水淋湿了，所以换了一件农妇的衣裳，远远看着还真像是个农家女子。周大娘跟着王婶子上了山。哎，周妹子，你看那半山腰好多茉莉花呀！呀，这么多花，够做不少香膏了。周大娘连忙拿着篮子来采着。昨儿个我才跟晚春说，家里用来做香膏的茉莉花快要用完了，没想到今儿个就寻到了这么大一片。是啊，真是太及时了。周娘子，你们家晚春啊，真是大福星。自从她来了咱们村子之后呀，干啥啥都行。晚春何止是我们家的福星呐，那是我们家的心头肉。哎呀，说起来呀，幸好晚春啊，当时没有嫁给李县令家。你瞧瞧，现在李县令家都成什么样了？那李大公子居然是李夫人跟着管家生的，哟，真是丢人现眼呀！昨儿个孙家老爷来我们家了。他来你们家干什么？他说他要用2000两银子买我们在成安县的2间香铺，还有我们的厢房。这个孙家大哥还真是会打如意算盘啊，竟然想要用2000两买你们的铺子。现在你们铺子生意那么好，以后还担心赚不到2000两吗？没错，我们说不卖，但是他好像不想就这么算了。我听说这孙家大哥呀可是狠毒了，你瞧那柳娘子的铺子，他说烧就烧的。他不会来烧我们的铺子吧？应该不会，他既然想要买你们家铺子，那肯定是想要赚银子。烧你们的铺子，他估计舍不得。周大娘她抬头朝四周看了看，一种不安感顿时涌上她的心头。我们快些采，采完早点回家。那儿有条小道，就是回家远一些。不过一般外乡人哪没人知道。我听村子里的人说的，以前村子里闹山匪的时候啊，他们都从这儿回家。行，我们小心一点，等会儿走小道回去。哎，那咱们快点摘。2个人拿出平时双倍的速度，没过一会儿就采了2大篮子。这些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行，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回去了还能把这些花瓣给洗了。他们刚准备走，3、4个拿着刀蒙着面的男人偷偷来到了邻县通往长留村的小道上。大哥，是这里吗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周家那婆娘平时去山上采花都会走这条道回来。好的，大哥。大哥，你知道那个周家婆娘长什么样吗？听说是个长得标致的农家女子。你们呢，就在这里瞧，手里拿着花，长得好看的农妇，那就是她了。大哥，你瞧那个是不是？抬头一看，见着周大娘头顶上金灿灿的金簪。是什么事？你们哪里见过有农妇戴金簪？不是，她手里拿着花呀。周大娘这时已经和王婶子走进了小道里了，被一排排的树挡着，他们瞧不见了。嘿，这人怎么不见了？别说话了，前面有人来了。前方不远，孙家大嫂正提着一篮子刚刚在路边采的花。哎呀，你说这好好的，不是被雨淋就是马车坏了的，害得我要走路去县里。早知道我就不来这什么成安县了。夫人，你别着急，我们等会儿到了前面的长留村，找村民借辆马车回去。我才不坐他们的马呢，又脏又臭的。这个孙家大嫂跟这个孙家大哥那真是臭味相投啊，一样的心狠手辣。那用女子血来做胭脂的手法，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。瞧见没有，手里拿着花，长得还算是标致的农妇，就是她了。大哥，这是一条主道，会不会是路过的人？你没瞧见她身上挂着周家的香囊？不是周家人是谁？这香囊的确是周大娘的，上面绣了一个周字，不过呢，早前被她弄丢了，被一位农妇捡走了。孙家大嫂在路上被雨淋湿，换衣服的时候嫌弃农家的衣服臭，便把那农妇的香囊也给顺走了，挂在了身上。匪徒们见着人确定了，也不再多想，大步冲了上去。哎呀，你们是谁啊？匪徒拿着沾了迷药的布捂住了他的嘴，他挣扎了2下就晕了过去，一旁的丫鬟也被迷晕了。你认字，去给周家写一张字条，让他们拿银子来赎人。好的，大哥。矮个子男人应着，连忙转身去了村子。周家内，杜晚春和周瑞渊回屋的时候，朝门口看了一眼，娘和王婶子怎么今天还没有回来呀？要不我去山上寻他们。
他话音刚落，一支箭从远处飞来。啊，这个是……剑的末端绑着一张字条。相公，字条上写的什么？瑞渊，上面写的什么？有人绑了我娘，想要我们3天之内出2000两银子去赎他，不然他们就把我娘的人头送回来。什么？他们胆子可真大，连珠儿都敢绑。刚才那送字条的人应该还没走远，我去看看。行，你去，我倒是要看看是谁敢在我的头上撒野。三叔，别急，娘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周大娘的确是没事儿，走在小道回去的路上，的确是被耽搁了。王姐姐，你快来看，这里还有。周妹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你这么宝贝呢。这东西叫干松，把茎和根晒干，也可以做成香料。没想到制香还有这么多学问呢，连这种杂草的茎和根都能做成香料。是啊，不仅能制香，还能当成药材。这干松的茎根晒干后磨成粉，再和香附以沉香，混合做成香丸，不仅芳香醒脾，还能治病。这么神奇啊！这干松啊，除了可以制香之外，还可以除掉嘴里的异味。平时只要拿了一小段放进嘴里嚼了嚼，吞下去，一整天嘴里都不会有味道。这个方法是宫里面不少的妃子和宫女常用的。